你知道吗？中东真正的财富神话其实是从一桶黑色的石油开始的。20世纪中叶，石油被称为工业社会的血液，从汽车、飞机到化工、发电，没有石油就没有现代工业。而中东恰好就坐落在这片最大的油田之上。全世界已经探明石油储量呢，接近一半都在中东。沙特、科威特、伊拉克、阿联酋这些名字，从此就和能源画上了等号。但是光有石油还不够，真正让中东一夜之间成为财富帝国的是石油美元体系。1971年，美国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。美元想要维持国际信用，就必须找到新的锚。于是，美国和沙特达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协议。从此之后，全球石油只能用美元结算，作为交换，美国为沙特和海湾国家提供军事保护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从那一刻开始，任何一个国家想要买石油，就必须先去换美元。美元买石油，石油成为全球供应链的血液，这就是所谓的 petrodollar system 石油美元体系。你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金融术语，但是它确实改变了全世界。对美国来说呢，美元重新获得了全球硬通货的地位；对中东来说，他们手里的石油就等于全世界都必须要买的印钞机呀。于是石油滚滚而来，美元堆积如山，中东国家的财政收入瞬间爆炸。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摩天大楼、金光闪闪的清真寺、7星级的酒店，背后的真相就是，石油不仅点亮了西方的工业化，也喂饱了中东的王室和财政。举个例子，沙特的石油公司 Aramco， 它的市值曾经一度超过了苹果，是全球市值最大的企业。阿布扎比和迪拜的主权财富基金，他们管理的资产规模都大概在1万亿美元以上，是全球最大的隐形金主。所以，中东财富的第一浪潮本质上是石油到石油美元体系到全球美元循环，中东国家的石油红利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没有中东石油就没有今天的美元霸权。同样，没有美元的结算体系，那中东的财富神话也不会出现。如果说石油是中东的第一桶金，那么黄金就是他们的第2层保险。你可能想象不到啊，中东在财富积累的过程当中，他们最敏锐的一点嗅觉就是不能把所有的财富都压在石油上。为什么？因为石油有2大问题。第一，价格波动太大，每一次中东一有战争，这个油价就像过山车一样。第二，石油它也不是无限的，总有用完枯竭的一天。所以，中东王室和政府早就意识到，把石油赚来的美元换成黄金和全球的优质资产。咱们先说黄金，迪拜今天被称为全球黄金交易中心之一。如果你去迪拜的黄金市场，就能看到成吨的金砖摆在柜台当中，就像我们逛商场一样随意。这不是噱头，而是历史的选择。石油赚来的美元要有一个避险的出口，那黄金是最稳的那一个。再说全球资产，这一点更关键。中东的钱也不只是用来买黄金了，他们还成立了巨大的主权财富基金，比如阿布扎比投资局，管理规模大概能超过8500亿美元；沙特公共投资基金估计规模直逼1万亿美元，是全球最活跃的投资机构之一。卡塔尔投资局曾经买下伦敦的写字楼、英国的百货公司哈罗德，甚至巴克莱银行的股份。换句话说，过去的几十年，中东也不只是石油商人，他们早就成了全球资产的大买手。你以为在伦敦、纽约看到的那些摩天大楼都是西方资本建的吗？其实很多背后都有中东基金的影子。这种操作本质上就是把石油的波动性换成了黄金的安全性，再叠加全球资产的稳定性。所以，中东财富的第2浪潮呢，是一次避险和再配置的金融转型。黄金等于他们的财富底层防御，主权基金呢，被他们用来进行全球的财富扩张。这就是中东的高明之处，他们不仅靠石油致富，还靠黄金和投资把财富锁定在了未来。石油和黄金奠定了中东的财富神话。可是聪明的你一定会问，石油还能用多久呢？黄金虽然保值，但是它不会创造新的增长啊。那中东的未来靠什么？答案是数字化和新科技。过去的10年，你会发现中东国家正在疯狂地做一件事儿，把石油赚来的钱砸进未来产业。
先说这个加密货币。当初在欧美还在纠结是监管还是打压的时候，迪拜和阿布扎比已经设立了加密货币自由区，他们给交易所颁牌照，吸引币圈的巨头落地，允许区块链公司在自由区融资运营，甚至直接给政策红利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 Web3 的创业者说，如果在美国活不下去了，那就去迪拜。再说 AI 和未来科技，迪拜酋长国成立了未来基金，专门投资 AI 公司。沙特的 PIF 就是公共投资基金，更是大手笔，他们砸钱进半导体、AI、绿色能源领域。你听说过那个沙漠里的超级未来城尼奥姆吗？沙特准备花5000亿美元把一片荒漠变成智慧城市，里面全是自动驾驶、清洁能源 AI 机器人。听起来像科幻小说，但是他们真的在干。为什么他们这么激进？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呀，石油红利最多还能再撑几十年，新能源和碳中和的趋势之下，石油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给他们带来无限的现金流了。中东今天看似在豪赌未来，其实是恐慌式续命，而这种恐慌资本一旦砸下去，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巨大的推动力。在加密市场，中东资金正在成为重要的流动性来源。AI、半导体估值背后都有中东基金的影子。绿色能源方面，从氢能到光伏，中东土豪们是争相入局。所以，财富的第3次浪潮，就是从石油美元的土豪国到黄金和全球资产的投资者，再到数字财富和科技未来的豪赌者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东从来都踩在财富的浪尖上，它的每一次焦虑往往就是下一次全球资本风口的信号。但是讲到这儿，关于中东，可能你还有很多疑问没有解开，比如说迪拜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？阿联酋到底是怎样的体制？他们真的人人都那么有钱吗？这些问题啊，咱们也必须搞清楚，否则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奢华，只会是一种表面的幻觉。首先，迪拜它不是一个国家，迪拜是一个城市，同时呢，也是一个酋长国。它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，简称阿联酋7个酋长国之一。这个阿联酋啊，就像美国的联邦制，它是一个主权国家，由7个酋长国组成。每一个酋长国呢，都有自己的王室。阿布扎比是首都，也是最大的石油生产地，而迪拜呢，是金融和贸易之都。所以，当你看到迪拜的摩天大楼和自由贸易区的时候，那是阿联酋整个国家战略中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。那么，为什么他们人均 GDP 这么高啊？答案很简单，石油红利加小人口基数加极端的福利。阿联酋全国人口大概1000万，但是真正拥有阿联酋护照的本地人只占不到15%，其余80%以上呢，都是来自印度、巴基斯坦、菲律宾的外来劳工。这就造成了一个奇特的现象。对于本地人来说呢，这个生活呀就是开挂人生，出生就送房，教育医疗全免费，政府每个月还要发至少5000美元的现金补助。如果你非想上班，那也是轻松拿高薪，一天最多工作4个小时，月薪起步1.5万美元。但是对于外来劳工来说呢，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。你像建筑工人、保姆、服务员，每个月工资啊大概只有500到1000美元，还要忍受炎热、加班和没有假期的痛苦，甚至工作一签约，你的护照就可能被雇主收走了，遇到问题几乎没有维权的可能性。所以从统计数字上来看，阿联酋人均 GDP 接近49000美元，比中国高出4倍。但是这个背后呢，只有少数本地的公民真正能享受这种富裕，大多数外来人口过得其实非常的辛苦。这就是中东财富的另外一个悖论。表面上他们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，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富裕呢，往往只属于一小撮本地人。而这就是迪拜阿联酋真实的财富分配格局。它解释了为什么你在街头看到的会一边是金碧辉煌，一边呢是贫苦的劳工宿舍。为什么他们能在人均 GDP 上遥遥领先，但是如果你去餐馆看到的却是外来劳工的汗流浃背。说到中东财富，咱们还不能绕过一个非常敏感但是至关重要的话题，就是女性的财产权和继承权。在阿联酋、沙特这样的国家，法律体系呢依然深受伊斯兰教法，也就是沙里亚法的影响。它对女性的地位规定，决定性的影响了财富分配的格局。比如在继承问题上，沙里亚法有一个明确的原则：同一个家庭当中，女性的继承份额通常只有男性的一半。举个例子，如果父亲去世了，留下遗产分给一儿一女，那么财产分3份，儿子继承2份，女儿呢只能继承1份。
这个背后啊，就是他们的传统观念在作祟。男性被视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，要承担养家的责任；女人呢，被认为应该由男人供养，所以你继承的少一点也合理。但是这种法律设计在现代社会呢，就造成了极大的不平等。即便一个女性再优秀，她的财富、权利天然就半份儿。不仅如此，在婚姻、离婚、子女监护等问题上，女性往往也处于法律的劣势地位。在一些酋长国，女性离婚需要更高的举证门槛，子女的监护权大多数情况下归男性一方。即使在财产拥有上，女性可以持有资产，但往往需要男性亲属的许可。当然，我们也看到这几年呢有一些改革的迹象。沙特允许女性开车，允许女性申请独自的护照。阿联酋呢也出台过一些新的法律，允许外籍女性在一定条件下享有更平等的财产继承权。但是总体而言啊，中东女性的财富权利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社会的标准。这也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矛盾。在一个看似富得流油的国家当中，财富分配不仅仅是本地人和外来人的不平等，更是男性和女性的不平等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中东土豪挥金如土、黄金堆满豪宅的时候，别忘了，还有一半的人口，他们的财富权利天生就打了折扣。所以，中东像一面镜子，它一面代表着人类历史上最极致的财富繁荣，另外一面也在提醒着我们，再富的国家也会焦虑石油资源的枯竭，再光鲜的城市也可能建立在不平等和风险之上。对投资者来说，这里面有3个重要的启示。第一，黄金是底层防御，中东囤黄金不只是传统的习俗，而是财富的避险逻辑。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呢，无论市场怎么动荡，黄金或者相关的 ETF 依然是你资产组合里不可或缺的压舱石。第二，能源的波动会越来越剧烈。地缘政治冲突、能源转型、石油需求的见顶，中东永远是油价波动的来源。油气 ETF、原油期货未来会长期伴随着不确定性。第三，资本正在流向新的红利。中东在豪赌 AI、新能源、加密货币，不一定都能成功，但他们释放了一个信号啊，下一轮的财富风口已经不在传统能源，而在新技术和绿色转型当中。我们需要提前关注相关的主题基金和赛道，而不是等全球资金都涌入之后才去追高。中东的财富故事告诉我们，财富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今天看似最稳定的收入来源，明天呢可能就成为你最大的焦虑。只有顺势而变，才能抓住下一次的财富机遇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